第45章，退不了。汽车在深南大道上飞快地行驶，我看着窗外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夜色如此迷人，我的内心却平静不了。我已经做出了决定，但是这个决定却无法让我安静，让我释怀。滴滴，我手机震动加短信提醒，我打开手机，陈斌哥，我爱慕虚荣，贪图享受，我心比天高，背叛爱情，我全部承认。你说你无法接受我跟一个男人一起决绝地离你而去，只是因为这个男人比你有钱，比你有前途。我是问一句，难道势利不是每个人的天性吗？陈斌哥，你就不势利吗？刚才接你的女孩子也开着雪佛兰小轿车，你跟她走了，我能不能认为我也是因为物质败给了她？如果今天的我是事业有成，有房有车了再来找你，会不会不是今天这样的结局？看到这条信息，我脸色骤变，心中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。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无法忍受的羞辱。我跟苏雪娇离开是因为她有车有房，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能给我物质的享受，从而没有跟宋果复合。我觉得自己真的要疯了，那种感觉我不能用言语来描述，只是觉得特别的难受，特别的恶心。我可以删掉这则信息，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绝对做不到。我的手在发抖，我用发抖的手翻看手机中的信息，我想让自己冷静。陈老大，不要怕，我最后的业绩都会给你，我们一定要干死孙红英，我们一定能赢。这是白天方柔给我发的信息。陈斌，记得我们一起在楼下吃白水面的那一天吗？我们不可能有比那一天更艰难、更绝望的时候了吧？只要时间没有截止，就没有一定低头的理由。这是老唐发给我的信息，还有刘森，还有张静，还有8部其他的兄弟，包括刚刚入职的2个新员工，他们白天都给我发了信息。谁怂谁是王八蛋？这是马从静的信息。这些信息我白天一扫而过，没有认真的去看。现在重新再看这些信息，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一张张清晰的脸，他们是我的兄弟，我的姐妹，我在这个城市最亲的亲人，我们是一起的。我想我决定走了，我这几个月干的一切可以作废，我的人生可以重启，但是这些兄弟，这些姐妹们，我能一刀全部割舍掉吗？雪娇，能找个地方停一下车吗？苏雪娇乖巧的把车开下了深南大道，这里恰好已经是南头关附近，她把车开到了中山公园，停到了公园的旁边，那里恰有一棵大榕树。停好了车，她就钻了过来，一头埋进了我的怀里，我们相拥在一起。她想把我手中的手机拿掉，我没有给她，我把手机死死的抓住，觉得自己进入到了一个死胡同中，进不了也退不了，挣不脱又逃不掉。我跟苏雪娇讲了公司的事情，讲了我们的赌约，讲了我跟宋果的一些事情。苏雪娇心疼的用手摸我的脸，道：陈斌，你是男人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，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没有那么严重，这个赌约你输了，就道个歉又何妨？我觉得谁都不会因此而看轻你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不说话，冷静的想，苏雪娇的话的确很有道理，但是我不想冷静，我不想委屈。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那是因为不得已，韩信受胯下之辱也是因为不得已。我他妈不想再委屈自己了，行不行？我他妈受够了委屈，受够了屈辱，受够的冷眼。我不想输，我不想在所有人面前低头，我接受不了被孙红英这个贱女人把我踩在脚下。我一把推开了苏雪娇，我把手机拿起来，我直接拨通了深圳公司商务总监周光华的电话。这个时候已经快凌晨了，但是我这边只有一声忙音，周光华就接了电话。我说周总监，我要见你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跟您汇报。周光华让我到日光大厦的楼下找他，我立刻让苏雪娇送我过去。到公司楼下，我们就在24小时的便利店见面。我跟他讲，周总监，这么晚约您不为别的事情，就是为最后一天业绩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和广州公司还差接近10万的业绩，最后一天我们并没有把握超越他们，但是我这一边有个思路可以拿到大单，需要周总您拍板支持。周光华双眼红的像兔子一样，很显然这个日子他也睡不着。博越深圳公司干不过广州公司，他周光华就永远只能屈居人下。他想翻身，但是对手太强大，并没有给他机会。04年那个时候，正是制造业最蓬勃发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广州中小企业的确更多，而且广州的中小企业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产业集中度非常高。我印象最深的是芳村那边的茶叶产业，那个时候生意好做，广州公司有个业务员一天就在芳村茶叶市场里面签了10张单，这种情况在深圳不可能发生，所以客观上说，当年的深圳市场比广州还是要弱一点。但是周光华想赢，他在公司撕心裂肺的演讲提到，说北上广深4个1线城市，深圳公司不能永远排在最后面垫底。我勾起了周光华的兴趣，然后用最言简意赅的语言，把我想搞行业网站的思路跟周光华介绍了一遍。周光华是老业务，对公司运营和运作也非常的熟悉。他皱眉问我和刘晓沟通了没有，我把和刘晓沟通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。周光华叹了一口气，道：既然是这样，那就没有办法，我们的产品分公司没有办法研发。你别以为这种网站建设很简单，
你要搞个性化的网站成本很高的，而且可能得不偿失。我一下就急了，冲着周光华道，周总监，那您觉得我们拿什么跟广州公司拼？他们一个业务员在芳村市场就能随便10几张签单，因为整个芳村都是干茶叶的，他们可以利用从众效应一打一串。我们深圳公司有这种条件吗？我们要干赢他们，必须要独辟蹊径，必须要新办法，出新点子。他们的一个网站建设怎么就那么复杂了？外面的那些杂牌小公司都能干的事情，到了我们这里为什么就成了无法逾越的技术障碍了？